借凉道浪影幽光，顽童泼水系银苍。底捐一文玄机赋，空余单语问何方？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你相信吗？飞碟曾经被一群孩子抓走，还被他们百般虐待。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真实发生过的至今悬而未决的事件。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平静的乡村稻田，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年与一个从天而降的银色物体命运般的交织在了一起。它像一顶小巧的帽子，却拥有着令人费解的科技，底部刻着神秘的符号，内部隐藏着未知的构造。孩子们试图理解它，却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泼水、敲打，甚至是点燃，直到它突然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烟灰缸、恶作剧、外星探测器，真相究竟是什么？当年那群少年又经历了什么？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关于飞碟的传说究竟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50年前的日本，揭开这起被称为最残酷的虐待外星人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那是一个弥漫着蝉鸣的夏日午后，日本四国岛高知市借凉地区，空气中仿佛都漂浮着稻田的青涩气息。3个刚放学的初中生，如同无数个普通的放学日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然而，今天的稻田却显得格外不同。在碧绿的稻浪之上，一个闪烁着银色光芒的物体静静地悬浮在那里。那东西形状奇特，宛如一顶小巧的金属帽子，却又与他们所知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悬浮在离地约1米的高度，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在安静的田野中显得格外突兀。起初，少年们以为是某种新型的农业设备，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那东西没有任何线缆连接，也没有任何支撑结构。它就像一个银色的幽灵飘荡在稻田之上，散发着神秘的光芒。对于在动漫中早已见过不明飞行物的日本少年来说，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发现了传说中的 UFO。好奇心驱使着他们慢慢靠近，想看清那个怪异物体的真面目。然而，当他们接近时，那个金属帽子突然发出强烈的蓝光，并发出轰鸣声，似乎在警告他们不要再靠近。3个少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魂飞魄散，惊叫着逃离了稻田。他们将这次遭遇告诉了要好的小伙伴，并决定一起去探个究竟。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好奇心的驱使竟会引发一场持续数周的离奇事件，而这个事件在日后被人们称为借凉事件。接下来的几天，这群少年似乎与那个银色的飞碟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每天放学后，他们都会在同一片稻田里看到它，有时在空中盘旋，有时静静地停留在地面上。少年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他们不再满足于远远观望，决定采取行动，将这个神秘的 UFO 捕获。他们带上了照相机，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1972年的照相机远不如今日这般先进，快门的声音都带着机械的厚重感。一天，当那个飞碟再次出现时，他们鼓起勇气举起相机拍摄。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闪光灯亮起的瞬间，飞碟突然像受惊一般旋转着升空，随后又失重般的掉落下来。拍照的孩子连忙按下快门，但最终得到的照片仅仅是模糊的亮点。少年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计划着如何才能成功捕获这个神秘的飞碟。他们注意到，每逢下雨天，飞碟就不会出现，于是他们推断，水或许是它的克星。几个少年商量之后，带着布水和石头来到了稻田。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飞碟，然后突然发动袭击。一人迅速将一盆水泼向飞碟，另一人眼疾手快地用布将它蒙住，最后一人则举起石头猛砸。这一连串粗暴的举动似乎真的奏效了。那个原本嗡嗡作响、闪烁着光芒的飞碟渐渐地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躺在布里。少年们兴奋地将它带回了家，
开始了他们对这个俘虏的研究，而谁也无法预料到，这场看似玩笑的捕获行动，日后会成为人们口中最残酷的虐待外星人事件。回到家后，少年们迫不及待地解开了包裹飞碟的布，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来自外星的访客。直径约18厘米，高约9厘米，重约1.3公斤。它的外壳是银色的，但表面并不光滑，反而有些粗糙，摸起来就像金属铸件。最引人注意的是飞碟的底部，那里刻着一些奇特的花纹和符号，还有31个排列整齐的小孔。这些符号看起来有些像日式的传统纹样，带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一个名叫藤本康夫的少年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些小孔，惊讶地发现里面似乎有一些类似电子元件的东西。为了弄清楚飞碟的内部结构，少年们想尽了办法。他们用锤子敲打，用螺丝刀撬动，甚至还用烟头炙烤它，但是这个东西却坚固异常，丝毫没有损坏的迹象。一个少年提议将它放进冰箱冷冻，另一个则想用烤箱加热，但这些疯狂的想法最终被家长阻止。少年们也曾想将飞碟展示给其他人看，但每次当他们把东西拿出来时，它就会突然消失，然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出现。这种神秘的举动让少年们感到困惑不已，也让他们对飞碟的真实身份更加好奇。可是，正当少年们准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飞碟却突然不见了。它就像变魔术一样，从少年们的房间里凭空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这个飞碟又多次出现在稻田里，而少年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捕获，但每一次它都会再次消失。最终，在一个寻常的夜晚，这个飞碟彻底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几十年后，时间冲刷着记忆，真相也逐渐变得模糊。当人们几乎要遗忘这段尘封的往事时，一位名叫中泽健的作家为了探寻真相，来到了当年的案发地点高知县界良地区。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命运之神似乎向他伸出了援手。在小富士山上，一座名为朝风神社的神社里，他与一位名叫野村尊应的公司相遇了。令人震惊的是，野村公司竟然是当年参与界良事件的少年之一。野村回忆起当年，仍历历在目。他坦诚地面对作家，回忆着当年的每一个细节。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些此前从未公开过的证词，为这起悬案增添了新的疑点。野村证实，当年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奇特的银色物体，并且与现在的烟灰缸非常相似。就在人们认为界良事件不过是一场乌龙时，野村却强调他们所看到的 UFO 与烟灰缸有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飞碟的底部伸出天线状的机械。此外，他还表示那个 UFO 非常轻，比同样大小的烟灰缸要轻得多。这2个细节打破了之前所有关于界良事件的推测。天线的存在暗示着这个物体可能并非简单的金属制品，而是某种复杂的电子设备，而重量的差异则排除了少年们用烟灰缸冒充 UFO 的可能性。更令人惊讶的是，野村还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他成为公司之后，曾有一位参拜者声称在神社里看到了小人，而在那之后，神社里突然出现了一些之前从未见过的蘑菇。作家猜测，这些小人会不会就是当年 UFO 的驾驶员呢？这些新的信息为界良事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个在稻田里出现的银色飞碟到底是什么？那些奇特的花纹和符号又代表着什么？少年的恶作剧还是外星人的造访？一切都还笼罩在迷雾之中。